大帅，那小子疯了。疯了？好像是受什么刺激了。怎么可能？带我去看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？家住哪儿？今年多大了？你是个秃子。你别问废话了，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小姐，卑职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你不是医生吗？无能为力，你干嘛吃的？小姐，卑职学的是外科，不是精神科。你还是送他去医院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！怎么了呢？他病了，被你害的。说话。是生是死？干！再说一遍。烦恼忧愁。干嘛你？是，小姐，对不起了。干！就是你，你伤害他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放开我，让说话。生存还是毁灭？再说一遍。到底哪个更加高？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要不然好好说话，叫我大舅哥；要不然就他妈死！谁都无法忍受鞭打、凌辱、轻视、污蔑，还有失恋的痛苦。给我一把尖刀，给我一把尖刀，就可以把一切解脱。生存还是毁灭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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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咱家现在剩下的2个最贵的，你要不摔个解解气？你说句话行吗？我恨你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他疯了。还给我，把原来的万州还给我。那是因为你见的少啊。这样，哥答应你，帮你找一个更好的。不，没有比他更好的。他现在真的神经病了，你要他有什么用？你拿个链子拴着他当狗啊？啊！你听着啊，就算他是玉皇大帝，就算他们家的酒能让人长生不死，你给我断了这念头！你干嘛去？我告诉你，曹天骄，不管吴婉中变成什么样，我都要给他当媳妇儿。刘子良，再让那个跟屁虫跟着我，我发誓，我跟吴婉中一样。就说是跑了啊。爹，少爷自己逃走的，你干嘛让我说绑票啊？你喊什么喊？哎呀，爹你没事吧？没人给你当哑巴。那你也不能让我说假话呀。说实话，掌柜的的面子往哪放？那醉富强不完蛋了？说实话，爹呀，我觉得少爷挺对不住银子小姐的。少爷的事儿用你管，你端谁家的碗，就想谁家的事儿。周管事，哎，凤山师傅，凤山师傅，听说掌柜的生病了，我来看看，没什么大事吧？你说明天啊，就是婉中少爷成亲的日子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
凤山师傅啊，正好我要找你啊。这个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有些事儿呢，我就不瞒你了。掌柜子这次生病，是因为少爷被绑票了。绑票？赶紧报案呐！这不是不敢吗？掌柜子担心绑匪知道咱们报了案，会撕票的，会死人的。你说的也对呀，这帮绑匪都没有人性。现在怎么办？哎，凤山师傅，掌柜的现在是心力交瘁啊，这个酒坊里的事儿啊，要劳您多费心啊。那还用你说？应该的啊。好。周管事，凤山师傅，我先回酒坊了。啊，于老板，您这是？听说你们家少爷快要成亲了。虽然我们没有收到喜帖，可是也不能当作不知道啊，是吧？我特意来送贺礼的。好，好，客厅请坐。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果然是在演戏，在骗我。我是个骗子，离我远点。把话说清楚。你们那个刘副官没跟你说清楚吗？这么说，你回老家，真的是要准备和银子结婚？对。吴婉中，你跟我说过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是个骗子。刘子良是我哥派去的，不是我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。那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再说一遍，我是个骗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曹月，你别太天真了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我一直在拿你寻开心。你胡说！你们这些女孩怎么都这样啊？不让人骗不开心是吧？你这样，银子也这样，你们都有毛病啊！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？快走，快走！恕不远送了。吴老板，早就听说红粉佳人是天下第一美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酿出来，让我们酒界同仁先尝为快。于老板不送了，改天让少爷登门拜谢。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想吓死我呀！你别看了，那女是一妖精，她把你害得不惨啊！瞎说什么呢？这胎毛退完了吗你？师傅，您听说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婉中少爷逃跑了。你别在这瞎说啊！这婉中少爷是被绑票的。不是绑票，是他自己跑的。自己跑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师傅啊，我昨天晚上上茅房的时候，我听见小六跟周管事谈这个事儿，说是小六被少爷给绑了，然后自己逃过来城。阿喜啊，你别在这瞎说好不好？酒不能乱喝，话不能乱说啊！你说大白天的你在这胡说八道，
这要是传到王老板的耳朵里，那还了得？不是，你还瞎说！赶紧干活去。你说吴怀成这个老东西也太过分啊！我们亲自登门送礼，那新郎官却躲着不见，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我看吴怀成不是不顾面子的人，他不会让儿子故意躲着人不见的。如果没猜错，吴婉中应该不在吴家，死了，也许是跑了。不可能。如果吴婉中真的跑了，他吴怀成还能稳坐钓鱼船？你没看出来，他硬撑着吗？富贵，找李凤山，也许他知道些什么。我看还算了吧，姐，我们手上不还有一副天牌吗？找李凤山干什么呢？他可是色胆包天，给2两颜色就能开染房的混蛋，算了吧。有些事好人做不了，就得混蛋去做。哎，姐，您别忘了，他可是您亲自从醒原想赶走的人，他会帮我们？有些人天生就很贱，你给他一根棒槌，他也会当针用。什么？棒槌针？闹不明白，照着办吧。棒槌，针，针，棒槌。大帅小姐，她这样也不是办法。不就是摔过几个瓶子吗？可我看摔的都是贵的。没关系，只要他不把房点，就不拦着他。大帅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说那小子是真疯了吗？大帅的意思是，那小子要是疯了，我妹妹不陪着他，干嘛在这摔东西呢？那就是他没疯。去把那小子给我找着，3天之内我一定让他横尸街头。卑职遵命。那是袁青花。哎，婉中，不能回学校，一定不能回学校。你是担心曹司令会找你麻烦？不是担心，是肯定。不是，他不是以为你疯了吗？虽然他是个王八蛋，但是他也不傻呀。还有曹媛媛在呢。不行，我得走。哎，你行李和物品都在学校呢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先再说。哎，你这样啊，先去我家，我家还有房间是空着。那怎么行？怎么能给你添麻烦呢？吴婉中，你能别那么讲吗？谁让我摊上你这倒霉的朋友？等着我啊！雷鸣，圆圆，在这儿呢，有事儿？他呢？谁呀？你哥们儿吴婉中。吴婉中，他回来了吗？没找我。别跟我装疯卖傻，他在哪儿？他真没找我。凭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个重色轻友的人。他要是回来的话，一定会先找你的。哼，撒谎的水平越来越高了吗？为朋友两肋插刀？插什么刀？就我这个体格，还插刀2肋插针都疼。那个圆圆，我还有作业没写完，我先回去写作业啊。然后你忙你的，你再找找，行吗？站住！圆圆，别说我不是个女人，就算我是个女人，我上哪儿能给你生个吴婉中啊？别跟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。你要讲哥们义气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但请你帮我个忙，转告吴婉中，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不是他说一笔勾销就一笔勾销了。明儿一早我在老地方等他，
不见不散，谢谢。别忘了。这脾气得改改，要不谁敢娶你？你算的真准啊！曹媛真在那守株待兔呢。他让我给你带句话，明天老地方见，不见不散。婉中，我觉得你这事儿真得处理好。曹媛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把我这心脏吓的。但我不是怕他啊，我都是担心你。他要真等3天3夜怎么办？我给你找个工作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给个话啊！啊？婉中。凤山师傅，已经是5块大洋了，怎么就买不出那几句话呢？我李凤山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。我觉得你今天挺客气的啊，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什么好心吧？李凤山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李凤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、吃里扒外的人。当初请袁祥把我扫地出门，是吴老板收留了我。你现在让我耗子咬墙根儿，找错人了。这能怪醒袁祥吗？是你小子色迷心窍，打歪主意。你说你勾引谁不好，偏偏要卡我姐的油。我姐是那人吗？我那是卡油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喜欢晚霜。拉倒吧，什么喜欢的？我们古城有句话，您应该听说过吧？嫁人嫁潘安，娶妻娶晚霜。就你，拉倒吧！于老板既然那么看不上我李凤山，何苦还让你来找我呢？这是2码事儿。狗肉是肉，龙肉也是肉，这肉跟肉能比吗？那你找龙去吧，何必再找我这条狗呢？告辞。凤山师傅，你这就要走了？我还想跟你喝杯茶呢。富贵，你说话不能没大没小的。凤山师傅可是古城里最有名的酿酒师傅，他称第2，没有人敢称第1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凤山师傅？谢谢。凤山师傅，请坐。啊，不坐了，晚霜。不，于老板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婉中少爷是被绑票的。绑票？对，绑票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不知道该讲不该讲。请说。醒元祥的酒味道大不如从前了，靠这个就想打败醉福祥，恐怕太阳得从西边出来。李凤山，你以为你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醒元祥的酿酒师一点都不比你差。凤山师傅，你坐吧。坐。是，醒元祥的酒不如从前，我知道。我一直在想要给你道个歉。可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要面子了。凤
凤山师傅，你能回来帮我吗？对不起，于老板，吴老板毕竟是在我最倒霉的时候收留了我。他哪是收留你，他是挖我墙角。本来我想先把你轰出去，给自己留点颜面，再过几天再把你请回来。真没想到，吴怀成居然渔人得利。算了，如果你觉得为难了，我也不勉强你。可是，醒元祥总酿酒师的位置，我给你留着。等醉福祥垮了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，我耐心等着。今天，我想借这个机会，正式的给你道个歉。啊，不用了，于老板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向你道歉是应该的。婉中少爷不是被绑票的，他是自己逃走的。是吗？对，是小六亲口说的。你说什么？婉中他被绑架了？是啊，老我为了去救他，也给打伤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是什么人干的？什么人干的不知道，这事是昨晚上发生的。本以为他们是为了赎金，那我交了赎金，婉中不就回来了吗？所以就把这事儿先没告诉你。可是等到现在，这些要赎金的也没出现。你看，这明天就该迎亲了，我就赶紧来告诉你一声啊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亲家，你说我吴怀成怎么就这么的背运呢？婉中是我儿，我担心他，可我现在更担心的是银子，我怕他。爹，爹，爹，吴伯父，婉中哥怎么了？说话呀！你们说话呀！银子姑娘，伯父对不住你，伯父没看好婉中，啊！银子，你去哪儿？银子，你回来！银子，老爷，银子，老爷，你叫古有子是吧？是。古有子，这是吴婉中给自己改的新名。这个名字倒是贴合吴婉中的心境和处境。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他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在我这里，只能从学徒做起。哎，要不是看在雷一鸣他父亲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收留你的。对不起，在我这里，对不起3个字，只能对客人说。我以后不想听到你再和我说对不起。是。顺子。哎，老板，这是新来的伙计，以后就跟着你干了。是老板。少爷不是被绑票的，自己逃走的。你说什么？根本就不想跟你成亲，啊！临走之前，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生意经验怎么样？别提了，
老板不怎么样也就算了，手底下还养一群小鬼儿。对了，能不能帮我回学校把我的行李拿下？但是千万别让曹媛媛知道。你都斩断情丝了，还惦记人家？不是这感情这种事儿吧，哪儿那么说斩断就斩断？要都那样，这世界上就没痛苦。快去吧，咱是不是朋友？你也不说贿赂贿赂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快点快点。你要杀我？不是我要杀你，你得罪了大帅，是大帅要杀。在这儿你不敢，这儿这么多人呢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帅的话就是王法，对我来说是，对你也一样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从这儿跳下去，2分钟之内不露头，我就放你，公平吧？你说话算数。吴怀成这么做是掩人耳目。他躲得了今天，能躲过明天吗？我看他怎么向王一芳交代。哼，这个老狐狸，他知道，只要拿绑票来说事，才能勉强过去。他儿子被绑了，这是天灾人祸的事，他对王家也好交代。他有1000张嘴，我们不是有1张牌呢吗？这样，我去找王老板，这张底牌也该先攀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找我们有什么事？我叫程天浩，是吴婉中的同学。你是吴婉中的同学？是吴婉中托我来给王老板还有银子小姐捎个口信。等等，吴婉中现在何处？他已经回省城了。回省城了？不对吧？王老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打算要多少钱？钱？什么钱呀？哼，你们绑了吴家少爷的票，不就是为了索取赎金吗？开个价吧。什么绑票赎金的？王老板，我想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吧？吴婉中已经回省城了，还是我亲自把他送上火车的呢。你姓程对吗？是。程先生，麻烦你把事情说清楚好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吴婉中在省城读书，爱上了曹司令的妹妹，他们感情也非常好。他们呢正准备谈婚论嫁，可是没想到被他的父亲骗回来要结婚。吴婉中和曹小姐正在热恋中，自然很讨厌父亲从中搅局，但是他又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劝说父亲，所以只能悄悄地离开家，回省城去了。吴婉中让我转告银子小姐，说她不喜欢银子，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和银子结婚，还说什么？他父亲逼着他和银子小姐结婚，根本不是从双方感情考虑，而是为了一张什么药方。他很不喜欢父亲这种不光明磊落的做法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不仅伤害了自己的感情，也伤害了银子小姐的感情。吴婉中虽然不愿意和银子小姐结婚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银子小姐，所以他特地让我来，对王老板还有银子小姐表示歉意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你先别走。银子小姐还有什么事儿？谁派你来的？什么？谁让你编这些瞎话，糟践婉中哥的？银子小姐，我说的都是实情。你说谎。你不是婉中哥派来的。
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告辞。你说，是谁让你编这些瞎话，糟践晚钟哥的？说呀！银子，你不要着急。小姐，别这样，爹，别这样。他说的是假话，真的是假话。银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知道晚钟在哪儿？对啊，你说我讲的是假话，那你有什么证据啊？银子，银子，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，晚钟哥走之前已经跟我留了信儿，怎么还会派人来捎口信儿呢？这分明就是有人要害他。信呢？信在哪儿？姐，看到了吗？王老板来了，这说明我们的戏成功了。这回该吴怀成倒霉了。现在只是个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亲家，来。吴老板，晚钟有消息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不是也在等着吗？吴老板，咱们交往多半辈子了，你一向是个重道守信的人，想不到也撒出这弥天大谎啊！多年故交，这就是咱们的多年故交啊！王老板，我吴家做出了没理的事儿，你就是打骂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如果你不嫌弃，还愿意认这门亲，我吴怀成今天就去省城，我就是绑也把这个逆子给绑回来。捆绑成不了夫妻呀。亲家，不要再叫我亲家。我知道，即使晚钟这个逆子现在跪在你面前，你也不会认这个女婿。但不管认不认，我都要去省城，我要把他找回来。我吴家，即便是断子绝孙，我也不能让这个逆子娶别的女人。王老板，您请。哟，王老板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坐坐坐。还不倒茶？哎，好嘞，茶就免了。于老板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谁呀？那位年轻人呐。年轻人？什么年轻人呐？就是自称吴晚钟同学的年轻人。王老板，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我们家怎么可能有晚钟少爷的同学呢？就是呀。也是。不是于老板糊涂，是我王一方糊涂啊。当然了，他不是本地人，事情办完之后自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啊。哼，算了，这种见不得天日的玩意儿，不见他也罢了。王老板，您说的话是话里有话呀。于老板，今天我既然来了，就说几句也许不该说的话。醒元祥、醉福祥，不管怎么掐怎么斗，可千万不要把我王家也扯进去，这样不太地道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掐掐斗斗的也不是什么好事。
做生意嘛，可以彼此竞争，不要相互拆台。商道通天，玩阴的不好。走了，不送。怎么回事？这好好的，怎么演砸了呢？我明天就去省城了，最福祥的事儿就托付给二位。吴老板，赵师傅啊，你这是？吴老板，这亲事办不成了，我们也不能霸着聘礼不还不是。赵师傅，这婚事没办成，错不在王家，错在我这儿啊！还是麻烦你把这聘礼都带回去，啊，就算是我给银子小姐的赔罪，行吗？不，我们家老爷说了，聘礼一定要退。还有，赵师傅还有话，请讲。是这样的，古城大药行准备在外地多开几个分店，这手头资金呢，一是不够宽裕。我们家老爷说，想把投在最福祥的那笔资金，抽去急用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们这是要撤股啊？老赵啊，那么大一笔钱，你让我们一时去哪儿凑啊？我们老爷也没说眼下就用钱呢。吴老板，您看7天怎么样？7天。老赵啊，你也知道，王家在我们最福祥的生意占了1/3股份。别说是7天，就再给我们7天，这连本带利的20多万，我们上哪儿给你凑齐呀？我们最福祥的资金都用在了下面的生意、分店、酒坊上。哎，这管事，我不懂得什么生意经，我只知道当时合伙时说得好啊，入股自愿，撤股自由。那也不能说撤就撤，逼着我们杀鸡取蛋吧。行了，赵师傅，麻烦你回去转告王老板，就说我们一定在7日之内凑足这所有的款项，连本带利凑足这笔钱给你们送回去。那太麻烦吴老板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忙，我就告辞了。我们现在哪来那么多钱呢？能不能再和王老板谈谈？我们已经做了没理的事儿了，怎么还可能跟人家谈条件？看来只能是卖红粉佳人了。
我紧握双手，瑟瑟发抖，哽咽在喉，从此不再见另一往事。小姐，对不起，今天太晚了。停留，手在几后，我四处漂流。尝尽爱情，现在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要找您还不容易吗？我讨厌你，跟屁虫，离我远点儿！小姐，如果您要去找吴婉中的话，可以不用去了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我紧握双手，瑟瑟发抖，哽咽在喉，从此不再放手。时光停留，手在爱几后，我四处漂流。尝尽爱情无限在一边走，爱是一生相守，为那一次邂逅。我的天长地久，都在心中弹奏。爱是一生相守，为这一永远。的细水长流，早已被爱侵入。爱是一生相守，那一次邂逅。我的天长地久，总在心中弹奏。爱是一生相守，为这一永远的细水长流，早已被爱心动，早已被爱侵入。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要找您还不容易吗？我讨厌你，跟屁虫，离我远点儿！小姐，如果您要去找吴婉中的话，可以不用去了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说什么？我说他应该已经死了，跳湖了。不过从他跳湖的姿势看，应该是个游泳的行家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回学校拿了东西，现在应该已经离开省城。
大帅的命令是命令，小姐的命令也是命令。小姐，在大帅面前，请您务必说这是您做的。谢谢。姐，听说醉福祥要出售红粉佳人。出售红粉佳人？这怎么可能？红粉佳人可是吴怀成的命根子，他怎么舍得出手？再说，他现在人在省城，没有他在，谁来做主啊？听说是吴怀成临走之前都已经安顿好了的，就是为了让王家退股份。出什么价？狮子大开口，5万。我看他们真的穷疯了。哼。不贵。不贵？那可是白花花的5万大洋啊，姐。你去找周武，告诉他红粉佳人，我们醒元祥要。我说姐，这可是杀价最好的机会。我不杀价，我们要对付的是醉福祥。红粉佳人到了我手，我想看看吴怀成还怎么撑着脸在无罪镇做生意。姐，您别忘了，醒元祥和醉福祥是死对头，他会把红粉佳人卖给我们？不会。为什么呀？掌柜的去省城之前特意嘱咐的，除了醒元祥，谁都可以买。凤山师傅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醉福祥真的落魄到要卖红粉佳人的地步了吗？怎么了？不能说，是秘密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。掌柜的本想和王家结亲之后，重新酿制新的红粉佳人，所以把大量的资金都投出去了。仅仅在几处新开设的分店，就花了很多钱。想一口吃成个胖子，结果喝了西北风。于老板，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凤山师傅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买到红粉佳人？我现在端着醉福祥的碗，不能做对不起醉福祥的事。就算我求你也不行吗？文双，我们能在一起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就是借5万大洋，也要把红粉佳人给买回来，送你做嫁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，我先走了。他们不卖，我们还不买呢。不就是一瓶酒吗？5万大洋都能开好几个酒窖了，有什么呢？他不卖给我，就别想卖出去。什么意思？你没听说过3人言而成虎的故事吗？明白。红粉佳人，吴老板要出售红粉佳人？是啊，掌柜的去省城之前嘱咐的。王老板，今天来啊，没有旁的事儿，就是想请您多宽限几天呢。我们一直在尽力筹钱，但确实是一下凑不齐。老吴啊，吴掌柜的说话是最算数的，那牛的不得了啊！你今天唱的这是哪出啊？老赵，这事儿不怪我们掌柜子，是我舍不得。好吧，我就再宽限3天。多谢王老板，多谢了。送周管家。爹。哦，银子，你干嘛逼着醉福祥退股啊？老爷，不就是找少爷吗？这点小事儿您吩咐我们去做就行了，何苦您亲自去呢？你告诉我，
晚中的学校在哪儿？学校我知道，您先歇歇，吃完饭后我带您一块儿去。不用谢了。什么？不在了？准确的说，他已经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吴婉中同学已经超请假时间1周了，他既没有续假，也没有回校上课。按学校的规定，他等于自动退学了。哎，老师，你能不能查一查，是搞错了吧？怎么会搞错呢？学校已经贴出对吴婉中的处理公告，你可以去自己看啊。老爷，少爷真退学了？我看他这是故意躲着我，不想见我，故意扯这个谎。那这么大的学堂，不能跟着少爷一块儿扯谎骗人。咱这就等，就在这等他。这事儿啊，你呀，可不嘛，好几天了，快点吧，我们连衣服都没换，老爷受得了吗？吴婉中的人生蓝图，一直都是由古板而倔强的父亲规划的。他的每一步走的都是吴怀成的意愿，而不是自己的意愿。这也是他最不满意父亲的地方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划人生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原来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，那么浪漫。仅仅在丰盛酒行做了1天的伙计，他就明白小六为什么总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哎，师兄，算什么呢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把你活干完再说。我活都干完了，庭院、店铺、门窗，把茅房扫了，扫过了，把我衣服洗了，洗完了。哎呀，你没看到我正在计算吗？你自己找点事情做。师兄，是不是账房让你数库房的货物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看见了，一共是249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，得空我教你啊。游子，多少箱？249。啊，249。婉中，婉中，过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保密的吗？有没有人跟踪你？没有，放心吧，就是圆圆不见了。他没去上课啊？他也退学了。我就是跟他说你四处漂泊，浪迹天涯了。但我能看得出，他真的挺爱你的。我已经害了一个银子了，我不能再害了圆圆啊！你害的还不止这2位呢，还有一位，你爹来了。这种事儿不许我开玩笑啊！我能拿这事儿跟你开玩笑吗？老爷子在学校等了3天了，逢人就打听你的下落，要我知道那是你爹啊？他不是来找儿子的，他是来兴师问罪的。婉中，还是见见吧，否则谁也不知道他还会等多久呢。
人是爹。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爹？好，那就得跟爹回家。儿，爹在这等了你3天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咱醉福乡的100年基业就要后期无知了。爹只想问你一句话：跟爹回去还是不回？诸位都知道啊，我们醉福祥要出售红粉佳人这瓶酒啊，是吴家的100年珍藏，传了好几代人呐。确实是因为一些不便说的原因吧，我们掌柜的委托我和凤山师傅把它卖了，底价诸位都知道，5万大洋。有哪位有意愿把他请走？说句话啊，掌柜子特别嘱咐：红粉佳人不进醒元祥的门，请于老板就不要开口了。诸位可以出价了。我反正是出去了。好像不太对劲。今天上午还有些人嚷嚷着要把这瓶酒给买回去的。周管事，这红粉佳人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秦老板，红粉佳人是吴家的100年珍藏啊，只此一瓶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可我听说，吴老板是为了还债才被迫出手红粉佳人，而这红粉佳人又是祖上留下来的，为了不得罪祖宗，就以假乱真，拿着铜块当金砖卖呢。秦老板，何出此言呢？是啊，秦老板，您在吴醉镇也算是有头脸的人了，怎么可以无中生有，造谣惑众？这不是秦某杜撰的啊，大家都听说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。周管事，你也听说了吧？无风不起浪，无树不招风。这5万大洋虽说不是多大的数字，但是如果买的是一瓶假酒，我们该对着谁哭呢？啊，就是既然大家担心这酒是假的，我周武以人格担保。拉倒吧，你们醉福祥有人格吗？嗯，这就说跟银子成婚的事儿吧。那第2天呢，这新郎官却跑了，这也算人格啊？这成婚这么大的事儿都能作假，何况一瓶酒呢？成亲的事儿是我们对不住王老板，但我们和王老板已经当面把这事儿说清楚了。
咱们还是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。今天说的是红粉佳人。既然大家觉得我周武已经没有人格了，好，我用脑袋当看，话虽这么说，我们又没见过红粉佳人，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？啊？是啊，你就是指鹿为马，我们怎么晓得？就是嘛，红粉佳人，有人见过？谁呀？谁见过？谁见过？让他出来作证。谁见过？拿出来啊！我见过。银子，我见过红粉佳人，因为她是吴家送给我的聘礼。就是这瓶酒，它是真的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是不是红粉佳人，反正这瓶酒我是要定了。银子姑娘，你真的要买下？这可是5万大洋啊！是的，秦伯父，我是拿不出5万大洋。不过我知道，在座的叔伯中有很多人希望银子能成为你们家的儿媳妇。谁要是把这瓶酒买了，送我做聘礼，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了。银子，你疯了！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，抛头露面也就罢了，你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那种不知羞耻的话来，啊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哎呀，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你还是我王一芳的女儿吗？你把我当成你的女儿吗？彻骨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这是生意上的事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你用得着知道吗？生意上的事儿我从来不会过问，但我知道，这次彻骨不是因为生意和买卖，你是为了两家的亲事儿。就算是又怎么样？是他们不守信誉在前，我就是要跟他们分道扬镳。爹，吴家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落井下石吗？落井的不是吴家，是我，是你爹。我在吴罪镇几10年的面子，连拾都拾不起来了。我还告诉你啊，彻骨是轻的，他们要是惹急了我，我就跟他们锯扁断交。什么？还要锯扁？醉福祥的那块匾，还有醉福祥的那个酒旗，那都是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，有他吴家的一份，也有我王家的一份。好好的一出天门阵，怎么又杀出个穆桂英来呀？你说王家那丫头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是不是进水了？她自己被吴家卖了吧，还帮了吴家数钱。我倒觉得不是。哎呦我的天！她那么一出面，那王家肯定不会撤股，这就等于又帮了醉福祥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吴怀成是什么人，您又不是不清楚啊？如果让他喘半口气儿，他就会东山再起，耀武扬威。我们怎么跟他抗衡啊？你急什么呀？我觉得好戏才刚刚出演。爹，算女儿求你了，不要撤股行不行？说出的话，泼出的水，收不回来。吴家真的受不了了。伯父为了寻找儿子千里奔波，伯母又躺在床上，你现在逼着他们拿出20万大洋，他们心里能好受吗？哦，我发了上百份请柬，订了几10桌酒席，这亲事说黄就黄了，我心里好受吗？可我不介意啊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王家的脸是脸，不是抹布。那就算为了我也不行吗？就是为了你才不行呢。爹，除非他吴怀成把逆子找回来，当众磕头赔罪，否则绝无商量。爹，你放心，万忠哥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怕他回来不是为了结这门亲，认这个女婿，
爹是想把丢的脸再捡回来。银子，我把丑话说头里，就是吴万忠他跪着上门来求亲，我也绝不会把你嫁给他。爹，我不能回五九城，至少现在不能。曹天妞的老部下都在那儿，我现在要是回去，一定会给银子家还有我们家带来无尽的麻烦。我觉得你应该把实情告诉你爹。我不能跟他说，我爹的脾气我太知道了。我现在要是跟他说，他这个人一定不会妥协的。别动！哎，好一个孝子啊！吴公子，老爷子等了你3天，我陪着老爷子等了3天，可算把你吴公子等来了啊！不是，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明，该解决的事情总要解决。说吧，这次想让我横尸在哪？好自为之。我这次可不会像上次那么手下留情了。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结束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凭什么你说结束就结束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见你爹。你为什么要见我爹呢？因为老人家来趟省城不容易，我要好好照顾照顾他。我是你们家的准儿媳妇儿。我告诉你，曹媛媛，在我爹心目中只有一个儿媳妇，那就是银子，不是你。让他开枪打死我！快点，让他开枪打我，打死我！让他走。吴万忠一次又一次在艰难中抉择，平衡着来自各方的压力。这个夜晚，吴万忠还是选择了跟曹媛媛分手。虽然并非本意，虽然痛彻心扉，但他不能再因为这段有些自私和任性的爱情，违背父亲的意愿，伤害父亲，伤害吴家，伤害无辜的银子。他甚至想，曹媛媛应该痛恨自己，彻底断了情丝，而所有的过错，他会一个人承担。小姐，您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我知道我甩不掉你，你可以跟着我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小姐，您说。收起曹天骄那套军法作风。是，但是小姐，到底您现在要去哪儿啊？学校。我要去找吴万忠的父亲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不是除了那个银子，他接受不了第二个儿媳妇。小姐，他父亲好像已经回去了。小姐，鬼才信呢。笑什么笑？找死呢？你觉得他爸会喜欢我吗？会，一定会。
俩站远点儿。是。哎，圆圆，你看什么看？快走！曹媛媛是不会轻易舍弃她跟吴婉中的感情。为了和吴婉中的爱情，曹媛媛近乎偏执的希望能亲自见到吴婉中的父亲，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比银子强，更适合做吴家的媳妇。可是天真的曹媛媛根本不知道，吴婉中的父亲已经离开了省城。小六啊，哎，我就在这儿歇一会儿。你呀，回去把你爹，还有凤山师傅都喊到这儿来。哎，回去叫他干啥？有啥话咱们回去说吧。叫你们就叫吧。哎，去啊！记住，走后门，别让别人看见。哎，二喜哥，你照顾老爷啊。成。老爷，咱们去里边坐。哎，去那儿看看。好。这个做的真好。小六，银子小姐，你不是和伯父去省城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下火车。伯父和婉中哥呢？婉中哥没有回来是吗？是他不肯回来。啊，而且他好像还从学堂退学了。退学？是不是因为我？是不是伯父逼他回来和我成亲？哎，银子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这说到哪儿也不能怪你，那是我们少爷对不起你。再说我们老爷那……哎，银子小姐，我不能再说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小六，小六。这次到几家新开的分店走了走，家家经营都不好啊，真是一块臭肉，坏一锅汤。掌柜的，咱先不说这些丧气的话啊，咱先回家啊。老五啊，凤山师傅，哎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儿啊。我再也不想回无罪镇了。掌柜的，你不能走，大不了欠王家的股份，咱想办法还给他就是了。那没有药方，咱就不搞红粉佳人。这么多年醉福祥，不一样靠卖老酒，红红火火的吗？老五，你别再说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先回家收拾收拾，回头啊，即把你嫂子送回来，就这么定了。哦，另外啊，王家的债尽快给人家还了。王家的古金先不用还了。银子，伯父好，五叔好，哎，凤山师傅好。哎，伯父，我和我爹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不撤股了。啊，这银子，这不成，这不成啊！你伯父对不住你，没把婉中给你找回来。伯父，婉中哥不回来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反正我们是不撤股了。老爷，该吃药了。
你去吧。哎，还在想那事儿啊？怀成啊，咱可不能这么想啊！孩子是好心，咱不能将错就错，把孩子的好心贴在脸上，那不光是丢人，那是缺德啊！是，我晓得，我这不是正在想法子吗？咱已经欠了人家的天债了，不能再担着这份还不起的人情了。还一笔是一笔吧。我说，咱是不是先把王家的股份凑凑，给人家送去，省得人家讨上门来。欠债是一定要还的，可是银子姑娘怎么办？咱们对银子怎么交代啊？不能让孩子这么老等着，这把孩子给害了。是啊，你说，咱该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只能这么办。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爹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你就不要再为难醉福祥了，啊！银子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知道啊。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呀你？你以为你在帮吴婉中啊？你在打你爹的脸呢！爹，我自己做的事，我自己担着，不会让爹为难的。你担得动吗？你爹我行医几10年，治过多少病，救了多少命，怎么就治不好你这憨病呢？爹，别生气了啊！爹。小姐慢用。本人吴怀成，因家教不严，养出逆子，违天理，驳人伦，无道无义，不忠不孝，上愧对天地，下愧对祖宗，实为家门之大不幸也。为整门风，扬天理，愿与逆子吴婉中断绝父子关系，特此声明。王老板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的股份一共是26万4千块大洋，惭愧啊，吴某实在是没有凑齐。小六，儿子不要了，红粉家人也不留了，你吴怀成还是吴怀成，醉福祥还是醉福祥吗？哎，这些东西你都拿回去。王老板，既然银子把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我还能反悔吗？王老板，银子的情我领了，可是这钱还是要还的。
再给你半年时间，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还。我还有病人，就不留你了。送客。吴怀成真是个老奸巨猾呀，登了一个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，就让王老板心软了。一个要死了的人，竟然开始喘气儿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吴怀成就不是吴怀成。这样也好，他垮得太早，我反而觉得没意思。我就跟他斗到底，看谁笑到最后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万忠，我这儿有个坏消息。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自己看看吧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是好事儿。为什么要惊讶？好事儿，吴万忠。你爸在报纸上登了，都不要你这儿子了，还好事儿？当然是好事儿。他们离我越远，麻烦越是少。我真不知道你这心刀是怎么长的。因家教不严，养出逆子，为天理，拨人伦，无道无义，不忠不孝，上愧对天地，下愧对祖宗，实为家门之大不幸也。魏征门风杨天理在此声明，与逆子吴万忠断绝父子关系。大帅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小姐她跑了。又跑了？啊，这是小姐留下的信。曹天骄，我走了。你逼走了我爱的人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爱的人的滋味儿。不要找我，我不会让你找到我的。这就叫女大不中留。来人，大帅，还是卑职去吧。快去吧。小姐，前面不远就是醉福祥了。你觉得我现在打扮成这样，行不行？没见小姐穿成这样，有点怪。怪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这样看起来会淑女一点，温柔一点。我觉得婉中的父母应该喜欢这种感觉的女孩，你觉得呢？应该是吧？你别应该呀，看看我哪儿不对，你跟我说说。卑职觉得挺好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走。哎，这边来。小姐，进去吧。我看起来怎么样？非常好。
怎么了？快，到边上去！来，小姐，坐。慢点，小姐。哎呦，这不行！怎么办呀？这下怎么去他们家呀？怎么了？我现在这样，我一点自信都没了。我一学进去，人家以为我是瘸子呢。那小姐，那您准备了这么长时间，不是白准备了吗？那下边该怎么办呀？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吧。旅馆就在不远。我可不住旅馆。那您住哪儿啊？你说，我要是就住他们家怎么样？握紧我双手，瑟瑟发抖，哽咽在喉，从此不再。天楼守在气候，我四处漂流。尝尽爱情，不现在一边走。爱是一生相守，为那一次邂逅。天长地久，不在心中弹奏。爱是一生相守，为这一刻拥有。的细水长流，早已被心痛。爱是一生相守，那一次邂逅。天长地久，总在心中弹奏。是一生相守，为这一拥有的细水长流，早已被心动，早已被爱。